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坐稳些，灯可以关暗一点，茶水放旁边，别让手抖翻了。我今夜要说的这个故事，不是什么百年老宅、诡异古墓，而是发生在一栋看似普通的现代公寓里。事情的主角是个叫阿林的年轻人，今年25岁，刚大学毕业不久，靠着家里帮忙在市中心租了一间套房。房子不大，却位处5楼，面对着一条静谧的巷弄。这条巷子平日少人行走，到了晚上，连风都仿佛不愿吹进来，静得只能听见自己呼吸与心跳的声音。那天是个礼拜五，阿林终于结束了1周的远端工作，心情轻松。他煮了碗泡面，泡了罐冰啤酒，打算熬夜通关新入手的恐怖生存游戏。他将灯光调暗，戴上耳机，荧幕映照着他兴奋的脸，仿佛他身在游戏之中，与怪物真刀真枪的搏斗。时间慢慢推移，窗外的夜色愈发浓稠，整栋公寓只剩他这一户还有灯火。当时大约是凌晨3点，耳机里的声效正放着一段凄厉的尖叫，让他下意识地脱下耳机歇口气。就在这一刻，他听见了什么？那声音很轻很细微，像指节轻敲玻璃的声音，哒哒哒。他皱起眉，拉下耳机，荧幕还闪着游戏画面，但声音确实是从他房内传来的。更准确地说，是从他房间那面对着巷子的窗户传来。他住在5楼，窗外没有阳台，甚至没有什么遮蔽物，人怎么可能站在那里？他心里冒出一丝寒意，但又告诉自己大概是楼下有人关窗，声音传上来。他走过去，试图一探究竟。窗帘轻轻飘动，他伸手一拉，只见外头一片漆黑。巷子静静地躺着，没有风，没有车，连路灯都坏了，整片如深井般死寂。他没看到任何异样，也没有任何人影。心里虽然还是不安，但总归是觉得自己多想了。他摇摇头，准备回座位。就在他刚转身的那一刹那，他的手机荧幕亮了。起初他没有注意，只当是讯息提示，但一抹光从桌面闪过，他低头一看，那不是讯息，是一张照片。手机上是他家窗户的自拍照，拍摄角度非常接近，是用前镜头拍的，而荧幕上那个脸，一张苍白毫无血色的脸，贴着窗户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镜头，就像是在盯着他。拍摄时间1分钟前。阿林的背脊倏地冒出冷汗，他下意识地往窗户看去，却什么都没有了。窗外依旧空无一物，甚至连一点杂音都没有，整个世界仿佛在刹那间静止。他颤抖地举起手机，再次点开那张照片，想找出些许合理的解释，是恶作剧，是 PS。 可他根本没有将手机遗失过，怎会有陌生人拍到这张照片？他试着回想，是否有人能远程操控他的手机，入侵镜头，但这些念头不过都是徒劳的掩饰。窗户那侧的玻璃如今竟有一点模糊，他走近细看，赫然发现玻璃上有一道淡淡的指痕，就在照片那张脸的同一位置。他再也按捺不住，立刻拨打警方电话，可电话始终无法接通，通话键一按下就断，讯号隔满格，却像被什么干扰了。他想逃离，手才碰到门把，就听见后方的玻璃咯吱一声。他猛然回头，窗户依旧是那扇窗户，但窗帘像是被风吹动了一下。那瞬间，他感觉有双眼睛正从窗外注视着自己，不，只是他感觉到，因为他什么都没有看到。接下来的几分钟，他坐在房中，不敢乱动，死死盯着窗户。而手机在此时又自己亮了起来，像是受到操控，镜头再次自动启动，缓缓对准窗户。这一次镜头里什么也没有，但阿林不敢再等下去，他奋力冲出门，
跑到楼下，几乎是疯了般敲醒管理员。当警察赶来时，他已经颤抖得说不出话。警方上楼查看，窗外依旧空无一人，摄影镜头、门锁都无异常，手机里的照片也凭空消失了，就像从未存在过。几日后，房东听说此事后才说出一件往事，那栋公寓10年前曾有一名年轻女子跳楼自杀，正是从那间5楼套房的窗户一跃而下。她的死因至今成谜，有说是情杀，有说是精神问题，但据说她生前最喜欢自拍，手机里全是她自己的照片。阿林再也不敢住进那栋楼，搬家当天连窗帘都没有收。她离开时特地多看了窗外一眼，你猜怎么样？玻璃上又浮出一道指痕，还是那个位置。所以啊，如果你住得高，窗外没有阳台，下次听见敲窗声，千万别急着去看，因为那不是风，也没有人叫你开窗，是他在看你，用你自己的手机镜头。你自拍了吗？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一则故事，是关于一个人独居时从楼上传来声音的诡异经历。那女孩叫小芳，27岁，是个自由设计师。她租住在市郊的一栋老公寓里，虽说老旧，但安静，房租便宜，对一个刚起步的设计师来说，简直再适合不过。她的单位在5楼，而这5楼只有她这一户还住着。楼上6楼的住户在3天前才刚搬走，据说是夫妻俩带着小孩买了新房。搬家的那天，小芳还在阳台抽烟，亲眼看着那家人把最后一箱杂物搬走，并与搬家公司的人一同离开。楼上从此空无一人，甚至连点脚步声都没有再传来。她心里倒也轻松些，毕竟少了楼上小孩奔跑的声音，夜里总能睡得沉些。然而那天夜里，就在楼上正是空屋的第一晚，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。当时已是凌晨2点，小芳还坐在电脑前赶稿，房里只剩键盘声与电风扇的嗡鸣。但就在她储存档案准备上床的时候，天花板忽然传来一阵咿呀的声响。像什么？像是一张木椅被缓慢拖行，摩擦着木板地面那种声音。那声音不急不缓，一下一下地拖曳着，接着又伴随了2步清晰的脚步声。他愣了一下，耳朵几乎贴上了墙。是楼上，但楼上不是已经没有人了吗？他站起来，走到客厅中央，抬头盯着天花板，那声音又来了，这次更长更多，像有人正在整理家具，来回走动，仿佛有人刚搬进去，正忙着收拾行李。小芳皱起眉，当即拿出手机拨给房东。房东姓林，是个40多岁的男子，一向话不多，却处处周到。电话很快接通。喂，林先生，请问楼上是不是有人搬进来了？怎么可能？那户我还没租出去，昨天我才上去打扫过，空得很。小芳的手这时开始有些发抖，可是我现在听见有人在走动，还有椅子拖来拖去的声音。电话那端静默片刻，接着传来林先生低沉的声音：你先把门窗锁好，别开门，我明天一早来看看。小芳没有再多说，只点了头，挂了电话，回到房间。可奇怪的是，从那一刻起，楼上的声音就停止了，整栋楼又陷入了死寂。她勉强躺下入睡，可一夜辗转难眠。隔天早上，林先生果然来了，还带了楼上的钥匙。他们一同上了6楼，打开房门，一股陈旧的味道扑面而来。房内空无一物，尘土飞扬，连地板上都没有留下任何拖动家具的痕迹。你确定听见声音？林先生看着他，眼神中似乎藏着些东西。小芳点头，不止声音，好像还有人在走动。林先生皱起眉头，沉思了一会，却什么都没有说，只吩咐他若再听见异常声音，立刻通知他。这天晚上，小芳早早就寝，心中却无法释怀。
那声音太清楚，不像幻听。他甚至开始怀疑楼上是不是偷偷被人潜入了。凌晨1点37分，他从梦中惊醒，不知为何心跳加速，手心冒汗。然后他听见了咚咚咚，是脚步声，缓慢沉重，从楼上的左侧一步步往右侧走去，好像有人穿着拖鞋踩在老旧地板上，每走一步都带着岁月的呻吟。他不敢起身，只紧抓着被子。然后那声音停了，片刻后却在他的门外响起，咯吱，门口的木地板似乎也被踏了一脚。但他清楚记得房外走廊铺的是瓷砖，不可能有木板声。他终于鼓起勇气，一跃而起，打开房门。走廊空空如也，死寂无声。他握紧手机，照向四周，每个角落都没有异样，只有空气中多了一丝寒意。这夜他一宿未眠。第3天，他决定安装一个录音设备，设置在天花板下方。他不敢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也想要一个证据，好向房东与警方证明自己没有发疯。结果录音机录下了什么？开始的2小时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他敲键盘与电风扇的声音。然后录音里出现了那熟悉的声响，椅子被拖动，脚步声，偶尔还夹杂着1、2句呢喃。那语气低低的，几乎听不清，但反复一句话：我还在，我还在。他听到那句话时，全身起了鸡皮疙瘩。他再次找来林先生，放给他听。林先生听完，久久无语，最后叹了一口气，开口说道：那户5年前出过事，原来住在那的是个单亲母亲，独自抚养女儿。有天他情绪崩溃，把女儿从6楼窗户扔下去，然后自己也跳了，2人当场死亡。小芳瞠目结舌，那怎么没有听你提过？林先生低声说：你是女孩子，独居，我怕你听了不敢租，但现在我看是他们回来了。他们为什么会回来？也许是房子里有他们的东西没有带走，也许是你长得像那个女孩。那天之后，小芳立刻搬离了那栋楼。她走的时候，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那扇楼上的窗，窗户本该紧闭，但她仿佛看见窗帘轻轻动了一下，接着一张苍白的脸在玻璃后面一闪即逝。是小女孩吗？还是那位母亲？我不知道，你也没有必要知道。只记得一件事，如果你住的楼上明明是空的，却半夜传来家具拖动声、脚步声、低语声，那就千万别去听，别去问，别去打扰，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楼上空着的那间房到底住着什么。最后这一则故事不长也不短，但它会在你脑中留很久很久，尤其是当你午夜醒来，发现厨房灯亮着时，会感觉这个故事正从你家墙角缓缓浮现。男人名叫阿宽，一个平凡不过的上班族，30岁出头，性格内向，平日除了上下班就窝在出租公寓里。他住的那套房子是个小套房，老公寓，一室一厅一卫，有点旧，但还算干净。他最大的兴趣就是收藏老电影海报，墙上贴满了黑白片的剧照。他的生活规律如钟，晚上11点准时睡觉，早上7点准时起床。手机闹钟响过一遍，他就会自动爬起来，像个机器人一样准确。但就在一个星期二的凌晨，他打破了自己这项从不改变的习惯。凌晨3点，阿宽忽然从梦中惊醒，不是噩梦，也不是尿急，就是那种说不上原因的骤然清醒。眼睛睁开的一瞬间，仿佛有股无形的压力将他从梦中拖拽出来。他看了看手机，3点03分，荧幕发出微弱的光。他翻了个身，本想继续睡，却忽然注意到厨房的灯亮着。一瞬间，他心头泛起一阵毛骨悚然。
因为他睡前确定自己把所有灯都关了。他有这个习惯，不为省电，是一种洁癖，喜欢黑暗中完全的宁静。他甚至还特地站在厨房门边确认过灯开关已经打下。可现在那盏黄澄澄的灯静静地亮着，如同一只眼睛在黑暗中睁开。他静静坐起身，客厅与卧室只隔着一道薄帘，能清楚看见厨房的部分情景。那灯光好像也没有动静，就是静静地待在那儿，不强烈，却足够刺眼。阿宽犹豫了一下，终究起身，拿起手机当手电筒，慢慢走向厨房。走廊不长，但此刻却感觉无比漫长。他脚步极轻，心脏跳得像鼓，像是怕惊动什么。他走进厨房，一切如常，锅碗瓢盆整齐摆放，桌面干净，地板也无水迹。唯一不正常的是那盏灯开着，开关的位置毫无疑问是开。他伸手关掉灯，已是再次陷入黑暗。正当他转身要回房时，灯又亮了。那是一种不自然的亮，像是有人在他手指刚离开开关的瞬间就故意把灯又打开。阿宽僵在原地一动不动，他的脑子快速思考着各种可能：电路问题，开关接触不良。但这公寓住了1年多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。再者，刚才开关是他亲手关的，他感觉得到那段微小的阻力与啪的一声，不可能会松动。他再次伸手关灯，啪，一片黑。他停顿几秒，然后转身，慢慢踏出第一步。啪，灯再次亮起。这一次他没有转身，而是站在厨房门口，抬起手机，打开前镜头，对准身后的厨房玻璃门。手机荧幕上映出他的背影与那扇半透明的玻璃门。就在他想要关掉镜头时，荧幕里的玻璃门忽然多了一个模糊的影子，不是人影，而是脸。那是一张苍白扭曲的脸，紧贴着玻璃，五官几乎变形，眼睛圆睁，嘴巴裂开，露出诡异的微笑。阿宽倒抽一口气，猛地回头，玻璃门后什么都没有，空无一人。他在看手机，画面里也只剩下他自己与那扇静静的门。他关掉相机，快步走回房间，把门锁上，整夜开着灯，躺在床上睁眼到天亮。第二天他请了假，找来电工检查，对方说灯没问题，开关接触正常，甚至还帮他换了一个新的。但阿宽心里知道，那不是灯的问题，是某种东西在作祟。从那天起，阿宽的生活开始变调。他每晚都醒来一次，每次都是在凌晨3点到3点15之间，每次醒来时，厨房的灯都开着。他试过用录影机架在客厅对着厨房，每晚录制。第一天，他快转录影档案，前半夜一切正常。直到3点08分，画面里的灯啪的一声自动亮起。可镜头中，没人、没风、没动作，就是灯自己亮起。第二天，他又录，这次3点12分，灯亮起。而就在灯亮的那一刻，画面开始干扰，出现雪花、扭曲的影像。画面中隐约可以看到一个人影站在厨房门口，低着头，发丝垂落，看不清脸。那人影静静站了10秒，然后抬头，镜头彻底花掉，再也看不清了。第3天，他没有再录，而是选择搬走。他在搬家前把厨房的灯泡整颗卸下来，甚至封了开关。他想，只要没有灯，就没有问题了。那晚，他睡得格外沉，直到早上8点自然醒。他心中一喜，以为终于摆脱了这一切。可当他走进厨房时，脚下一滑，地板上是一滩水，冰冷的水从哪里来？他低头一看，水迹来自那个没有了灯泡的灯座，里头竟滴出一滴滴水珠。那灯泡怎么会渗水？他正准备拿布擦前，手机忽然响起，荧幕自动亮起，弹出了一张照片，前镜头拍摄，
时间是凌晨3点10分。照片里是他躺在床上睡觉的样子，角度是从他床边往下拍的。他孤身一人锁着门睡觉，手机放在客厅充电。那么是谁拍下了这张照片？他最后真的搬走了，房子赔钱转租出去。他没告诉任何人自己遇到了什么，只在搬家的那天在厨房墙上留了一句话：如果你在凌晨3点醒来，看到厨房灯亮了，千万别走过去，因为你不是一个人醒着。说到这里，你家厨房灯是关着的吧？还是你确定你刚刚没有看到它闪了一下？喜欢这些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鬼影档案馆，点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每一部恐怖小故事哦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